这是 Insta360 Nano， 是我近期使用的360相机，非常的小巧。平时呢，配合着我的 iPhone， 它做起来非常的方便，自动进入到拍摄界面。后来我想，这个接头呢只能用于这个 iPhone， 那我的安卓机怎么办？于是乎 ，Insta360 又推出了新的一款 Insta360 Air。这款产品呢非常的小巧，在这里，没错，圆形。于是乎呢，我的三星手机又可以直接使用。接上去之后，同样进入到了这个使用界面，点击设置，非常的简单，耶，这就是我 ，good。所以这是 Insta Air。但是呢，我中间有期待过，说那么有没有可能推出一款新的 iPhone 使用的 Insta360 相机，并且加入更酷的拍照模式呢？没错，真的有。于是乎，我今天拿到了 Insta360 One。好，我们进行开箱。OK， 期待今天已经非常久了。Insta360 One 360 VR Camera。All right， 在包装盒上可以看到它支持这么多模式，是2400万像素，终于支持 4K Video。Great job。支持 iPhone、iPad。说实话，这个包装盒呢，让我想起了 iPhone 7的包装盒，真的挺有品味，挺有档次。在包装盒的正面呢，它写的是支持 Facebook， 当然 YouTube 应该可以，然后 Twitter 还有 Periscope。Come on， 好事多磨。OK， 打开之后是 Insta360 One， 会不会有 Insta360 Two？ 哇哦，天哪，太帅了！然后直接旁边会有说它可以支持这样的一些配件，比如说 Waterproof Housing 中可以在无人机上挂着，在这个头盔上挂着，然后还有自己的 Self Stick， 还有可能的吸附在某个地方的吸盘，还有 Tripod 啊，当然这些东西呢我都没有，但是日后一定会有。哇，好像是拿反了，天哪，真的是艺术品的感觉。哇，天哪，激动啊！为什么照出来？哇，这是开机了吗？哦，这已经开机了，不好意思，我直接给它开机了，先关掉。OK， 长按是关掉。看来我这个操作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大家看一下整体的机身，在这上面呢 ，4K UHD， 然后 Insta360 的标志。然后在这一侧呢，弹出一个应该是直接接 iPhone 的一个头，然后当然可以把它直接搬进去。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按键，非常感谢赠送一张记忆卡，是多大呢？哇哦，三星的32GB Evo Plus， 这是很专业的内存卡。然后在底部呢有一个相机的通用接口 ，OK， 就这么多。然后看看有没有说明书，因为说明书真的是很关键。Warning, safety first。然后使用的步骤 ，Capture bullet time， 子弹时间。它需要一个配件，这个配件可以在空中甩，这是我最期待的。甩有点像那个牛仔骑着马在套牛，有感觉。对不起，是套羊。好，在这个包装盒里呢，还有一份简单的说明书，里面附赠了这个一张擦镜头的布子，然后 Warranty Card 保修，还有 Quick Start Guide 这个快速使用说明，说实话挺厚的，这个还真的需要研究一下。然后我非常期待在这个里边究竟有什么东西。它上面写的是 USB Adapter， 当然了还附赠刚刚那挂绳，我真的非常期待。这个就是应该那个甩绳了，漂亮。然后这个是一个普通的 Micro USB， 我的天呐！真是让我想起了有点像那个血滴子的感觉。挂在这里，没错，这个东西说实话，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这样使用360全景相机的，我真的挺佩服这个想象力的。可以看到这个拧的手真的是非常非常紧，这样我个人感觉，除非这个绳断了，否则是甩不丢的。Anyway， 这个东西好不好用，我们试过才知道。在经过几天简单的试用之后，接下来我跟大家说说我对这款产品的了解。首先，硬件参数上配置了2个1600万像素的摄像头，可拍出2400万像素的全景照片。
底下呢是一个 Lightning 的弹出式的接口，直接接于我们的 iPhone 的手机啊，支持很多代，甚至支持 iPad， 可拍摄 4K 全景视频。那这一侧呢是 USB、Micro USB， 说实话就是充电啊，数据传输。整体机身呢，个人感觉还是比较独特的，因为它是长条形。长条形的话，立起来看起来还是有点点规规正正的。说句心里话，这样的体积和这样的大小，握在手里真的是不重，感觉甚至有点轻盈。在相机的这一侧呢是电源开关键，当然同时也是功能键，你可以按一下拍照，按2下拍视频，按3下可以设置一个另外的功能，比如说子弹时间。对，没错，子弹时间。在按键的旁边呢有一个麦克风。说实话，这款机身上麦克风真的不少。第一步，我们可以在拍摄完成视频之后，从底下取出我们的 SD 卡。另外呢，要再次强调一下，这样的设计是我真的在使用相机配件上第一次见到，用一根绳子把相机绑起来，就这么转一转，旋转起来也不错。另外呢，机器的使用也非常简单，可以独立使用，可以接手机使用，同时呢，可以用手机当做遥控使用。接下来跟大家演示一下接上手机之后这个使用的效果和软件的展示。拿出相机，打开卡槽，拿出手机，就这样插上就可以了。软件非常智能，如果你已经安装好了 Insta360 One 的软件之后，接上机器马上自动打开。打开之后3个功能默认的是全世界的照片，第2个是可以看自己的照片，第3个就是可以设置一些机体拍摄的设置，比如说 RAW Video。60帧视频，还有子弹时间的设置。在相册这一栏的右下角有一个拍照功能，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自己的画面了，就是这个360，默认呢是照片模式。同时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选择以下几种模式，除了照片之外，感受一下此时进入的摄像功能，你按一下这个按键就可以随便了。同时在软件内部呢，内置了很多美颜功能的滤镜，所以可以把我们的画面拍的真的是五彩缤纷，花样众多。同时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360直播，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社交平台，包括微博已经支持360全景直播，所以在未来这个功能呢，我想是大家一定会经常用。所以系统当中呢，已经提前设置好了这些参数。可以调整直播时视频的帧率，也可以调整视频的码率，同时可以调整视频的格式。当然了，如果大家觉得360视频太突兀的话，想直播一点全景视频，我们同时也支持。像第4个功能就是这个样子。同时呢，这款产品在视频录制方面呢，真的给了大家很多调整的方式，比如调整白平衡、曝光参数。我拿自己的水杯呢，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演示。可以看到，通过手动调整这些参数呢，整个画面的感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曝光值有的时候甚至可以拍出非常绚丽的色彩，就有点像这个卡通画，有没有？再搭配这样的滤镜，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全景直播一场动画片了。这款软件呢，同时提供了非常强大的后期处理，比如说大家在已经拍摄好的照片和视频当中，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照片和视频进行再加工或者再创作。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我们想存一张这样的照片，我们调整好角度之后，按一下截屏的选项就可以存照片了。说实话，一张全景照片，你可以真的创作10几种。接下来我们真的拿到室外去体验一下，究竟会怎么样 ？Let's go！ 现在呢，我在户外准备测试一下 Insta360的一个子弹时间。子弹时间呢，当然我们需要甩一些东西，所以我们需要一些这个宽敞一点的地方，所以我来到这里。这是一个美丽的公园。如果大家想拍摄子弹时间的话，我建议大家呢使用 Insta360官方的这一个配件，比如说我手中这个，它是 Insta360的一个自拍杆啊，它是完全可以延长的。延长之后，我们可以拧一下，然后固定。这款自拍杆呢是带一款这个蓝牙装置的，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可以很方便的进行开始操作。另外呢，我把这款自拍杆改造了一下，在底部呢增加了一个我自己用的这个小三脚架。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平时我们在拍摄的时候，说实话，360一定要拍摄一个很好的景，所以有它的话，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把它放在一个地方，然后稍微调整一下这个距离和这个位置，然后开拍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在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呢，是非常容易记录一些当时的情景的。闲话少说啊，今天呢主要测试一下我在这个公园能不能来个子弹时间。官方呢还配备了一个这样的小零件，但是我还是用自拍杆吧。Let's go！ 哦咦呀！
天是一个非常安静的、祥和的时间段，大家能感受到只有周围的环境吧。这边有棵大树，那边也有棵大树，但是呢，在这边却有个垃圾桶。垃圾桶挺好的，这样的话可以把我们这个生活垃圾呢放在这里，不至于污染这个周边的树林。因为这边树林真的有很多这个松鼠在吃东西，乱扔垃圾的话，容易造成一些生态环境的恶劣的影响。现在呢，我在这个 Delta 三角洲的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好了，这就是 Insta 360 One 的体验视频。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视频的话，记得留言、评论、加订阅。另外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好玩的产品，拍摄出好玩的自己。